欢迎来到频道 Daily Star News， 订阅频道，不要错过当天最热门的新闻。我们今天的时事通讯涵盖以下内容：传赵丽颖野蛮发展 Q4 播出，或撞上杨幂新剧，网友褒贬不一。年龄相仿的艺人总是被视为竞争者，无论两者的改进方式是否相似，都会被关注。万一同时有另一场演出，大家都会下意识地对比两者，高低分开。近日，有网友爆料称，赵丽颖、欧豪、李光洁主演的电视剧《野蛮发展》将于12月左右在最后一季播出。消息一出，迅速引发网友热议。是赵丽颖之后的又一改作满意万家，也是极高的评价。近日，《野蛮发展》的主要预告片被曝光，受到了大家的普遍欢迎，很多人都非常期待这部剧的播出。这次将在12月进行沟通，作为明星同样得到肯定。以《欢乐万家》的好评，我承认这个节目的后果不会很糟糕。反正也不是很喜欢相信自己的金牛犊会早点好起来的综艺。赵丽颖的粉丝不认为这个节目应该传播的这么快，因为现在赵丽颖的待传播剧集只是有《野蛮发展》和目前录制的《星与凤》。如果传出这个节目，就意味着赵丽颖的股票已经卖完了，要等好久才能看到赵丽颖的戏码。不少网友表示，看来是剧集赚得快，有不变。我可能敢梦想赵丽颖会快进到剧会，为大家拍更多的作品。值得关注的是，由杨幂和徐凯主演的《大爱28律》此前也曾遭遇过刷新和短暂退出记录的风波，退出的理由也是因为整体气候的影响，以及网友爆料，这部剧同样会定档在未来的11月到12月。如果这个消息属实的话，很有可能会撞上赵丽颖的《野蛮发展》。作为85朵花的掌门人，杨幂和赵丽颖无疑是脱颖而出的，两人一直被大家看好。如果两部剧同时播出，无论是剧集的呈现方式，还是剧集的本质，都会被大家从各个角度思考，也有不少人非常期待两人的上映。此外，《爱的28条法则》一直都打算成为特色，以前并不完全确定要进行网络广播。撤销记录意味着可能会有机会出现。如果同样是明星剧，那么对两部剧集的评价将是非常直接的。无论如何，有些人觉得两部剧的题材和内容都是独一无二的，无论是不是两位明星，舞台都是独一无二的，所以最终的结局未必更好。但对于大众来说，两场演出一起去也是一种享受。看到《野蛮发展》将在12月播出，你怎么看？继续在下面发表评论，并与我们分享您的观点。02初心时隔首播，粉丝却在争吵靳东和程毅。靳东、程毅、蔡文静主演的正版节目主要关注已经落幕。跟随这个节目获取合法信息的人群，终于可以从逃课中获得校友了。节目收官前，探索导播圈和影视剧的颇有经验且值得关注的德塔文纪录破了 2.5， 没有充分的理由，调查文件没有那么高。首要关注是作为交易特色出售的礼品展示，无论如何都可以在两个视频阶段一起发送或组织幕后的自毁传输方式时使用，并且3线分开。同期老生常谈的评价永远是第一，云鹤登顶，单日传送量超过5000，猫眼的恶名已经超过9800，高达8930。假设信息量过大，大家看不到节目的介绍，就拿一个舞台，比如爱奇艺，就一个在这个舞台上可以突破9000的大量戏剧化。因此，在标准的节目圈中现实能够获得如此可爱的信息是很少见的。此外，吵闹的老艺人似乎在稳步推进，他们栩栩如生，特别理性的演技，散布着各具特色、点点滴滴的真实故事，贴近个人的存在。这个案例让人类体验到这部剧可能非常合适，它已经成为许多观众心中的每一个数字芥末。这部剧被许多爱好者称为重罪主题的第一部，这并不奇怪。
一部电视剧集的整体表现是合格的，也就是说，它的成绩是合格的。适当的成绩就是所谓的学分，应得的算作困难的工作。那么，谁需要为这个劳动负责呢？所以，就这件事发生了争吵。从海报的主要功能和整个时期的宣言来看，主要人物是靳东、程毅和蔡文静。作为剧中最好的女主，她现在当然可以不再和任何人吵架了。争吵的供给是演员的巅峰之作。第一次争吵变成了大概的样子。本来，作为一个年轻的来访者，程毅最需要能够做到的，就是她得体的容貌。毕竟，她也是从历史傀儡圈子里出来的，但她万万没想到，程毅和靳东会一起站在平等的框架内。镜头在整个过程中大部分被杀死。程毅下巴快，眼睛窄，眉毛又粗又假，站在靳东身下，这棱角分明、骨感般的五官，不管是10几岁的年龄差距，后者都失落了。胶原蛋白10几年了，靳东却还是进行了颜值的碾压。两人站在一起的时候，不管是谁，都会不自觉地将目光投向靳东。更狠的是，现在已经不是最好的脸了，但也不是总能看出来。程毅瘦瘦的身躯，修长的肩膀，身体健康，有点像一个已经完全进化不出父亲衣服的初中生。跟靳东身后的铁骨铮铮比起来，还算是阔绰了。2D 争吵设置执行。说到表演，靳东现在一般都不够用了，但又绰绰有余了。一些人抱怨他的全部表演都是平等的，还有一些人证实他的表演能力类似于苏。这一次，在程毅的配合下，这个游客感兴趣的区域，随着他的行动，帮助他消灭了一些炮台。为了展现自己的演技，程毅在这部剧中大胆挑战，并激活了自己独特的痕迹，是要与剧中所有的古装演员一较高下。不使用独特的路线，抱怨他的特殊的目标市场并不比目标市场大，而使用独特的路线是为了显示自己的缺点。气喘吁吁，虚弱，踏踏实实，踩踏了痕迹雷区内的所有坑洞。目标市场似乎有问题，但爱好者不以为然，爱好者无法咽下这口气，因为他们的眼睛，靳东和人老演员之间可能有一个开口，为什么最好选择他们的偶像？因为这方面可能来源于 0.33 的问题。0.33 的争吵变成无视靳东的狂热粉丝。但是不要以为最好的年轻访问者在互联网上有粉丝，程毅的粉丝可以在互联网上为他或他的偶像大喊大叫，并在数据上大喊大叫，质疑靳东背后可能没有人，所有的成就都算作他们的家人。靳东也可以作为一个完全健壮的中老年游客出现。当《伪装者》和《琅琊榜》2部剧集结到这里的时候，王凯和胡歌的粉丝也一直在争吵闹闹，因为他们是因为 CP 而集体走的。由于拆除了 CP， 他们变得众多。程毅的粉丝最大的错误是，他们一直把这部剧作为他偶像的房子出现。他们太嚣张了，低估甚至忘记了靳东的狂热分子迟早会掐死他们。